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生活中的压力难以承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现代人似乎陷入了无法终止的痛苦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呢？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何为痛苦。只有当我们找到各种痛苦的共同点时，才能制定对策，使心灵达到最佳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无，让我们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最佳状态。今天我们要介绍科学作家铃木佑先生的著作《无等于最佳状态》。我认为对大家来说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那么，让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大纲如下：首先，我们将探讨为什么人们经常会夸大痛苦的问题；其次，我们将讨论自我是什么；最后，我们将解释世界是虚构的观点。那么，让我们立即从为何人们经常会夸大痛苦的问题开始解说。从本质上说，人类是带有负面倾向的。这一观点在科学研究中逐渐得到了支持。或许有人会说，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这种负面情绪并非后天形成的性格特征，而是天生具有的遗传因素，可以说是人类的初始设置。人类更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不是积极信息，因为负面信息更容易留存在记忆中。这是一个被证实的心理学真理。多年甚至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过去，比起幸福的记忆，人们更容易记得那些痛苦的经历。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负面偏差吗？更多的回忆不愉快或创伤性事件，对愉快的事回忆更少。相比于正面信息，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负面信息的速度更快。媒体播放大量悲观负面的新闻，也是因为这种负面偏差导致了对不安情绪的煽动。虚假新闻更容易产生差距，这也是由于负面偏差的原因。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人类往往对负面信息的印象比对积极信息更加深刻，而积极信息的持久性却较低。比如，当与心爱之人结合时的幸福感，充满愉悦和动力的时刻，获得新事物时的喜悦，成功时的爽快感和成就感等积极情绪都是短暂的，无法长久保持。这种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快乐的跷跷板。其中一项著名的研究是对中彩票高奖得主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该研究始于1978年，对那些通过中彩票获得数千万到数亿日元奖金的人们进行调查。获奖后的生活如何呢？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参与者仅在中奖后幸福感得到提升，但半年后几乎所有人都恢复到了原来的心理状态。尽管经历了改变人生的极其幸运的经历，我们的幸福似乎也无法持续提升。另一项研究显示，即使是搬家、晋升或与心仪的人开始恋爱等幸福事件，幸福感也会在数月内逐渐减退，大约3年后回归到原来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痛苦却能在时间的洗礼下依然鲜明地留存。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会设置为对负面记忆难以忘怀呢？据说这是因为这种设定对人类的生存有利。想象一下古代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祖先面临着捕食者、传染病、暴力等今天难以想象的威胁。为了生存并留下后代，我们必须敏感地对待各种生存危机。这就意味着对负面信息保持敏感和长时间记忆是最佳策略。然而，在原子世界中曾经有效的警戒系统，在现代已不再适用。这导致现代人出现心理功能失调的情况。例如，研究表明，真实信息可能只传播给1000人以上，但诱发恐惧的虚假信息却可能扩散给超过10万人。大脑在遗传上为逃避危险而发挥的功能，在现代却带来了不良后果。此外，据数据显示，越发达的国家和信息传播快速的社会，年轻一代更容易受到抑郁、焦虑、孤独感和完美主义等问题的困扰。随着时代变迁，我们对原始心灵敏感反应的现象使我们陷入痛苦之中。尽管许多人学习并实践释放压力、增进幸福感的方法和习惯，
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无法改变人类默认设置为负面倾向的事实。尽管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幸福感往往会很快回归到基准线。这里可以稍微讲一下大猩猩的例子。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名叫优的大猩猩患上了脊髓炎，结果是他几乎完全瘫痪，无法动弹下半身，基本上成了卧床不起的状态。如果是普通人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对未来感到绝望并患上抑郁症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优并非如此。我们知道，除了身体疼痛和饥饿的痛苦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痛苦表现出来。他并没有像人类一样对未来感到绝望而痛苦。关键在于他完成了康复训练，在1年内可以坐起来，3年后甚至可以行走。近年来，人类和动物对负面事件的脑部区域呈现相似的活跃化现象。刚才提到的优在面对疼痛和饥饿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感反应。据报道，其他各种哺乳动物也展现出类似人类的情感和行为。然而，这些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哺乳动物不会扩大痛苦感。野生动物在面对困境时可能会表现出负面情绪，但过一段时间后很快恢复到原始状态。而人类则可能因为困境而持续数年的痛苦，或因未来的不安、工作压力而连续数日无法入睡。动物很少出现慢性焦虑、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的例子，而这在人类中却很常见。为什么只有人类会扩大痛苦感呢？愤怒、焦虑、悲伤、孤独等各种痛苦情绪都存在。当我们被这些负面情绪困扰时，往往是因为存在导致这些情绪的根源。这些共同点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我们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我们的痛苦实际上是作为向自己传达不足的信使而发挥作用。比如，愤怒告诉我们重要的价值受到了侵犯，恐惧警告我们附近可能存在危险，焦虑则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等等。这种功能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生活方式从个体向集体转变，利他情感的种类也逐渐增多。这些负面情绪实际上并非威胁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即将面临的危险，试图保护我们。然而，人类往往会夸大痛苦，并且难以摆脱长时间的困境。为什么只有人类会陷入这种情况呢？这个原因可以用佛教开创者佛陀的一句话来更容易理解：一般人和修行者都是同样的人类，他们也会有喜悦和痛苦等情感，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如何应对第二支箭即将到来的痛苦。这是无法预料的痛苦，最初的痛苦只能接受。这种最初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当动物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它们可能会表现出一段时间的负面情绪，但很快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人类则经历了更多的痛苦。以前提到的猩猩优的例子为例，第一次打击是身体上的痛苦，即半身不遂。这种无法让身体正常运动的最初痛苦只能接受。然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人类身上，除了身体无法运动的痛苦外，还会有更多的思考，例如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如何继续生活，需要家人或周围人的照顾，未来的生活将会怎样等等。这些都是随着第一次痛苦而引发的新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持续不断地袭击着我们。而这些负面情绪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初可能只是自责一点点，但在日本，很多人会不断地责怪自己，甚至找出第3、第4个原因。他们会指责自己原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规律的饮食、拖延工作导致经常加班，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他们会认为这都是自己能力不足的结果。而这种最初的自责之黑暗处又会引发新的烦恼。这种思维状态会反复挖掘过去的失败和未来的不安，导致大脑充斥负面的想法。这种思考被认为会对心理和身体造成巨大伤害，不仅与抑郁症、焦虑障碍等相关，还会增加心脏病、脑中风的风险，并导致早亡率上升。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思考状态，不将注意力过度放在自身身上至关重要。近年的研究显示，这种自责的威胁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举例来说，假设你收到了某人的恶言攻击并感到愤怒，在这一时刻，你的大脑会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传递物质，使你进入战斗模式。你可能会有回击对方的冲动，表现为愤怒的行为。然而，请稍等片刻，几秒钟后，大脑的前额叶开始抑制边缘系统，理性思维开始发挥作用。10至15分钟后，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影响逐渐消失，你的愤怒也平息下来。前额叶启动需要4至6秒钟，所以只需忍耐6秒钟，你就能控制住愤怒情绪，避免加剧痛苦。这样一来，痛苦会迅速减轻，避免我们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精力。类似的方法也适用于控制多巴胺等神经传递物质对人类动机的影响。多巴胺通常在人面对诱惑时分泌，比如当面对想要的东西时，若能控制住多巴胺的影响，就能对抗面前的诱惑。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效，比如节食时面对诱人的蛋糕，你可以尝试玩手机游戏，如俄罗斯方块，目的在于转移注意力。多巴胺的持续时间约为10分钟左右，只需坚持过这段时间，面前的诱惑就不再那么吸引，有助于缓解痛苦。通过实际实验结果显示，进行3分钟俄罗斯方块游戏可以分散大脑注意力，从而减弱之前对食物的渴望。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往往会被愤怒、痛苦和悲伤所困扰，这是因为神经传递物质在作用。在短短几分钟内，我们自己会持续增加负面情绪，就像是连续不断地扎进第2支箭和第3支箭一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放下这些情绪片刻，等待神经传递物质的下降和消散，这些负面感情也会逐渐消失。与其他动物不同，它们几乎不会深思过去或未来，而主要专注于眼前的世界，因此它们能够保持平静，不会被困扰于焦虑和烦恼。然而，人类往往会过度考虑过去和未来，即使知道应该活在当下，实践起来也并不容易。人类之所以会清楚记得过去的负面事件，或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困扰，这是因为这些情绪和思维模式在进化过程中被编码到基因中，是一种生存的初期设置。即使如此，通过之前学到的方法来实践，你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面对的痛苦。当未来可能遇到发生不好的事情时，尽管感到愤怒或者想要做一些消极的事情，比如明知道自己会后悔却无法抑制欲望，或者觉得自己很失败需要受到惩罚等等，都可以稍等一下，直到神经传递物质的作用消退。试着先稍等一下，将注意力转移到无关的其他事情上，这可能会有所帮助。通过这种方式，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无法克制食欲等情况时，建议尝试玩手机游戏大约3分钟左右，即使感到愤怒，也先保持10分钟的安静，不要说话，这样你就能体会到负面情绪会逐渐过去的感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考自我是什么。灵长类动物由于能够清晰地记忆过去的负面经验，并预测未来的威胁，从而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生存的优势，压倒其他生物。然而，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演变成恐惧和焦虑等痛苦情绪的根源。首先，让我们明确定义一下这里要讨论的自我。自我是指无论何时何地，都给您带来一种持续存在的感觉。无论您的外貌和性格在幼年时和现在有多大变化，无论您居住在何处，您始终是同一个人，具有一致性。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感觉成为我们人类苦难的根源。举例来说，假设您被上司不公正的责备并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大脑的警报系统会比理性更先发挥作用，边缘系统受到刺激，负面情绪开始涌现。这些情绪原本应该在一段时间后消失，
但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消极思维，痛苦会不断加剧。只是被责备是不公平的，我并没有错等想法，并不会止步于此。负面形象会延伸到过去和未来，进一步加剧痛苦的程度。在以前的工作中，我也因为类似的事情而受到责备。那时候，我会想，我的未来会怎样呢？是否还应该在这个地方继续工作下去等等。这种情况下，痛苦会进一步加深，因为自我成为了情绪和时间的基准点。因此，越是专注于自我的人，在面对困难时感受到的痛苦也会超出事件本身，并且这种情绪会持续很长时间，难以释怀。这种状态被专业称为自我关注，它会增加对自我的关注度。根据研究报告，那些对自我关注较多的人更容易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不仅仅是否定自己是不好的，长时间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否真正活出真实的自我，这种理想化的思维模式也容易导致焦虑和抑郁症状。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自己很了不起。由于人类天生就有负面思维的倾向，所以思维往往会朝消极的方向发展。例如，以前我会觉得自己的收入比同龄人低，或者会想起1年前犯下的错误，如果能够避免就好了。这种第二之见、自责等情况出现的频率更高。许多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认为如果自己是导致痛苦的原因，那么最好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这样会更幸福吧？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然而，如果要消除自己，消除了那个自己之后，剩下的会是什么呢？消除的概念本身存在矛盾，能够消除自己吗？或许这有些混乱，但我们先说结论吧。你已经多次经历了没有自我的状态，在解释这是什么之前，我们需要先谈一谈近年来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对自我的理解和观点。需要谈论的一个概念是自我，并非是您内在永恒存在的绝对感觉，也不是控制您情绪的上级存在，而只是特定功能的集合体的想法。用瑞士军刀来比喻这个特定功能的集合体会更容易理解。就像瑞士军刀除了刀子外还有开瓶器、剪刀、锤子等多种功能一样，自我也是将各种工具集合在一起的包装。从表面上看，情感的痛苦浮现是一种感受到不足的标志。一开始感受到痛苦情绪的原因是身体在提示您缺少某种东西。我们的情绪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负责向您传达生存所需的信息。同样，自我也应根据生活环境不断演变和增加角色。人类的自我功能可以被神经心理学分为以下7种：第1种，个人生活的记忆；第2种，获取性格特征；第3种，感知情绪；第4种，掌握事实知识；第5种，积累连续经验；第6种，执行力和拥有感；第7种，内在的审查。虽然有些复杂，但这7种功能是人类自我保持运作的基础，这也是神经心理学所分类的原因。这些功能都是由自我构成的，根据当时的情况选择性的启动。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功能会被大脑自动选择并启动，被选中的功能会由大脑内不同的神经网络调节，并作为几乎独立的系统开始运作。举例来说，在不同情况下会选择性地启动不同的神经网络。当考虑从哪个工作入手时，大脑会在前额叶和海马等区域启动相应的神经网络。当感到悲伤难以忍受时，大脑会在杏仁体和下丘脑等区域启动相应的神经网络。当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并感到这是自己时，大脑皮质下的脑干结构会启动相应的神经网络。这就好比瑞士军刀，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使用刀子、剪刀或者锉刀一样，大脑会根据情况选择适合的功能。这种情况类似，自我在大脑中拥有特殊的神经基础。从大脑的角度看，自我就像是人类生存中的一种工具，就像手、脚、眼睛、鼻子和口腔等器官一样重要。
作者将自我比作根据外部威胁启动功能以维持生存的工具箱，或者说是收集必要工具以生存的描述。不同的功能会出现以适应各种场景。这种情况似乎使我们误以为存在一个统一的自我，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自我。自我只是一种虚构的存在，仅仅是生存工具中的一种，在没有必要时不会被启动。在没有生存威胁的安全状态下，不需要通过引发自我来保护自己。这一事实表明，自我消失并不罕见。实际上，每天你都会经历没有自我存在的时刻。想一想，当我们专注于某件事情时，比如沉浸在游戏中、阅读小说，或者和朋友在海边玩耍时，我们会完全融入眼前的世界，自我意识几乎消失了。此外，在洗澡放松，在大自然中悠闲度假，听着安静的音乐入睡前，这些轻松的状态下，自我意识也会淡化。这些情况都是和平的，没有引发痛苦情感，也不需要激活自我来回忆过去或设想未来，只需处理眼前世界的信息就足够了。在这里不谈论自我，即使在这些情境下也可以轻松度过。即使没有了自我，你也能够正常运转。比如，每天早上醒来微笑，喝一杯水解渴，开始整理自己。即使在这样的例行程序中，适当的近距离动作也会在无意识中发生。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没有依赖自我的情况下完成许多任务。每天某个时刻，我们会发现自我已经不再存在。许多人都经历过自我不干预时事情进展更顺利的情况。这时，有些人可能会想要控制自我，并消除自我意识，即进入自我消失状态。就像有许多已被证明对情绪控制有效的训练一样，也许通过类似的训练，我们也可以控制自我意识。您对这种想法有何看法？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接下来最后的部分中，我想要解释世界其实是虚构的。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通过训练是否能够控制自我。这是第二部分结束时留给我们的问题。我将直接给出结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通过从本书的序章到结尾逐步进行训练来控制自我，实现精神修养。借助过去智者的经验以及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在这里，我会简要解释实现自我控制的一些技能。近来在神经科学领域，有一种观点逐渐流行，即我们的大脑存在是为了创造故事。我们通过大脑经历以下过程来体验现实：一、大脑预先设定故事情节，预测周围环境的发展；二、将感觉器官接收到的图像和声音信息与大脑中的故事进行比较；三、修正故事中的错误部分，创造现实。虽然我会略过详细解释和具体例子，但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所经历的大部分现实都是由大脑创造的故事构成的。比如说，当你准备去上班时，你的大脑会按照惯例预测你打开家门走出去，朝着车站走。与此同时，发生的信息会在1秒内传达到大脑，并与事先构想的情节进行对比。在这个例子中，信息是一致的。这时候，有趣的是，当比较的信息不同于实际看到和听到的信息时，大脑会选择采用事先创造的模拟情景作为现实体验。例如，如果你试图打开门把手却坏了，无法转动，那么大脑会修正那些与事先预测不符的部分，然后大脑会编织一个新的情节，比如可能会迟到等等。我们并非体验真实世界的大脑，而是持续生活在大脑构建的模拟世界中。你的大脑处理所看到的信息并产生情节的时间不到1秒，因此即使我们试图有意阻止情节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大脑创造虚构故事的存在，而是将所有经历视为现实，这导致我们感到困惑不已。在进行自我调查时，我们首先面临以下2个问题：一、人类无法准确停止故事的自动生成；二、人类无法意识到自己被故事所驱使行动。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并引导正确的工作，必须使大脑切断故事与自我的联系，从而全面解构自我。然而，在当前每秒钟都在运作的大脑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但幸运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新的计划和心理疗法的研究正在进行，并已证实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采取的对策主要有停止和观察两种方法。首先，停止指的是让大脑专注于其他事物，以抑制故事制造功能本身的方法。报告中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停止技能培养训练方法，称为止想法。其思想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脑内的图像或呼吸等特定对象上，具体的方法可参考补偿方法等。而观察则是以科学家的心态，仔细审视大脑中浮现的所有负面故事的工作。通过这种观察训练，大脑能够逐渐认识到它所创造的事物并非真实存在。通过强化观察的力量，可以逐渐将故事与现实分离。接下来，通过积累观察的训练，我想介绍一下这种方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首先，我们要探讨基于自我产生的第二支箭。一般情况下，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他人的人，往往倾向于将世界上发生的微小变化视为与自身有关，并将其作为个人问题对待。我们应该像观察内心变化一样，不要随意将外部变化视为与自己相关，而是将其视为大脑内部现象之一进行观察。当我们面对身体不适或内心不安时，如果能够采取放置并持续观察的态度，大脑就不会将心理和生理变化视为自我的问题。通过持续观察，大脑对威胁的反应会减少，从而减少对自己放置第二支箭的次数。这也意味着大脑对于影响我们思维的故事创作会更加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开始能够意识到这些故事并非现实。通过停止和观察的训练经验积累，我们能够感受到自我思考和情感都是从内心产生，并且如果放置不理，它们会逐渐消失。我们开始能够体验到消极情绪和思维只是生理机能的一部分，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事实。这样的训练可以让我们从内心深处真正体会到，消极情绪和思维只是生理机能中的一部分，并且它们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事实。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感到从困扰自己的羁绊中得到了解脱。然而，训练并不会止步于此。持续观察精神功能将使您进入下一个阶段。您过去构建自我的各个要素似乎与您毫不相关，就像它们从未与您有过关联一样。这意味着您之前形成自我的经验和概念都是虚构的，意识到它们并非真实存在。如果一切都是虚构的话，那么就不再需要把自我视为定义，一切都开始逐渐失去强度。当达到这种状态时，可以说你已经迈入到无我的阶段。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经历多少无我的阶段训练，您都无法完全阻止自我轨迹对生存的影响。即使达到无我的阶段后，您仍会不断面对自我。但一旦掌握了这种观察技能，您就不会被自我左右。在自我平息后，您能够保持距离，不会轻易受到思维误区和情绪的影响，也不会因某人的背叛、失败和挫折而感到沮丧，也不会被新的痛苦所困扰。你只是存在于一个场所，并与一切无关。当你从过去的记忆、现在和未来的期望等所有故事中脱离出来时，你将成为怎样的人？达到无的阶段的人可以成为怎样的存在？他们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方式生活？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变得幸福？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无我阶段达成者的经历可以参考。他们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在达到无我的阶段后，自我和世界之间的边界消失了，精神扩展，并感到强烈的幸福感。据说，他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一体感和安心感。许多人在自我消失后，报告称他们的生活困扰消失了，获得了强烈的幸福感。虽然内容有些复杂，但我尽量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了。在这个视频中，
虽然主要讨论了观察和停止的训练，但刚开始进行无我的训练时，人们可以体验到与自我消失相关的独特感受和积极影响，这对于改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有着积极的作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